大家好，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5年4月12日星期六通报，山西省长金湘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资料显示，金湘军出生于1964年7月，曾经担任广西玉林市市长、市委书记、防城港市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天津市委副书记等职务。金湘军在2022年12月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后于2023年1月转正担任山西省省长，直到现在被查处。根据北京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识报道，金湘军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4月10日，当天他主持了山西省政府的一场会议任上被查。我给大家说一下金湘军和金湘军的4个同案犯武汉市长盛月春，前湖北副省长，现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赵海山。另外2个同案犯就是彭丽媛和王岐山了。我说了，最近被抓的人都指向了彭丽媛喜包子这个废物，让他老婆给他背锅这边网友说，大侄子薄瓜瓜扎根台湾了，亲兄弟徐远平带着巨额财富润到了澳洲，孙子出生在美国，成为美国人。幻想一下，国内习包子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和那个按摩师书记玩得很开心的老婆要不要也无所谓。未来哪一天习包子要是出了回忆录，会不会这么写？后来我不想当这个总书记，可是他们胡江非要我当，明明可以润，但就是润不了黄粱一梦枕边寒，权柄东南探命丹，军旗暗换江潮急，胡马春来凤已团，金香骤落亲朋断，丽园孤灯暗影残，寺中风云清波定，一枕南柯探命探我也得学这个说相声，来个定头诗都是南柯一梦，都是黄粱一梦是非成败转头空，二曹身与名俱灭不费江河万古流习包子拿彭丽媛当挡箭牌背锅那回头想一想呢，这彭丽媛天天给习包子到底吹的什么枕边风会不会彭丽媛野心太大，贪念太重，最终换来了秦城的命运彭清还不如江青呢。中共的这些内幕呢，就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逐渐的就看到了原貌我可能也没有看得那么全就一点一点来吧。任何一个官员都是有痕迹的，只要不嫌麻烦，就能把他们全都揪出来首先一上来，金湘军就是湖南省永州市人湖南是习包子派系的大本营。这秦光荣秦光荣本人并没有在金湘军的仕途上公开出现但是和秦光荣很密切的李继恒在金湘军的仕途中出现过李继恒接替秦光荣担任云南省委书记，
李继衡曾经是金乡军的上级呀。金乡军和秦光荣是湖南省永州市的老乡，一个地级市的老乡啊，整个逻辑闭环了，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一个地级市的80%是一个派系的，不是100%啊，肯定有很多的例外。2021年1月19日，那习近平让陈文清的秘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岩轻判秦光荣7年。周亮，湖南省永州市人，现任中国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这是副部级的。王岐山的秘书。周德瑞曾经担任湖南省零陵地区，那现在就是改名叫做永州市，当时叫做行署办干部，当时的零陵地委书记就是秦光荣。周德瑞曾经担任永州市委组织部长、永州市副市长，曾经担任天津市委组织部长。2025年3月被抓，金乡军也曾经是天津市副市长。刘跃进，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人，曾经担任公安部的副部级啊。2024年被抓。刘跃进和金乡军的共同点是，两个人是湖南省永州市的老乡，都曾经在广西和天津工作过，都曾经是郭声琨的下属啊。也就是说，大外宣编造的郭声琨是曾庆红的远房亲戚啊，这是一个谎言。这些大外宣编造的这些谎言，如果只是为了骂江泽民，那没有毛病啊。骂共产党、骂共匪头子，这没毛病。但是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给习包子洗地，骂江泽民不过是他们的遮羞布，那就说明他们不是大外宣啊，他们就是习包子的特务，就是共匪。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被共匪收买了。大外宣和共匪特务的区别就是，大外宣他原来不是共匪，后来被共匪收买了，拿钱替共产党说话。共匪特务呢，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就是共匪，一开始就是陈云的马仔，公安部长王芳的特务，王芳的马仔，王芳的手下。朱镕基和习包子是一个派系的，他们不是大外宣，他们的老板本来就是和习包子是一个派系的，是一家人啊，他们就是习包子的马仔。1992年8月，28岁的金乡军担任海南国家星火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干部、企业管理处处长。1993年3月，29岁的金乡军担任海南航空旅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兼营业经营部总经理。海航已经说明一切了呀，海航是习包子的，不是王岐山的。1996年12月，32岁的金乡军担任海南省社会保障局基金管理处处长等职务啊。1992年8月到1998年9月，金乡军在海南省工作。王岐山呢是2002年11月到2003年4月短暂的担任海南省委书记啊。表面上看并没有交集，但是王岐山的副手汪孝峰1993年到2006年啊，历任海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等职务啊，前后有13年吧。省长呢和省委书记未必是一个派系的，但是如果提拔他们的总书记或者总理是同一个人，那么他们就是一个派系的。而且汪孝峰是湖南省张家界市人，把张家界的打开一看呢，都是习包子的马仔，都是习包子派系的。
1998年9月，34岁的金湘军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担任广西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当时的广西党委书记是曹伯纯，广西主席是李兆卓。金湘军的副局级和正局级都是在曹伯纯的任期内提拔的。金湘军应该就是冲着曹伯纯去的，去投奔曹伯纯的。陈云的马仔吕东担任第3机械工业部部长期间提拔的国营331厂的厂长曹伯纯。曹伯纯担任大连市委书记和时任的大连市长薄熙来搭档。曹伯纯担任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提拔的金湘军啊，就说这个金湘军他为什么担任山西省长呢？薄熙来和王岐山都是山西人，王岐山的秘书董洪就是薄一波的秘书。王岐山、薄熙来、细胞子3个人是桃园3结义呀，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永不分离的好兄弟呀。大外宣为了给细胞子洗地，拿着细胞子黑钱编出来的故事啊，天天左右互搏，没有任何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显示薄熙来、王岐山、细胞子3个人从来没有任何矛盾，永永远远的都是一家人啊。这是人家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亲口说的，难道还有比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更明白内情的吗？曹伯纯担任大连市委书记的时候是1992年6月，当时薄一波还是中顾委的第1副主任。4个月之后呢，1992年10月18日，中顾委才解散了。薄一波掌权的时候，掌握大权的时候，怎么可能派一个官员去跟自己的儿子薄熙来去作对呢？曹伯纯呢是湖南省株洲市人，耿彪也是湖南省株洲市人啊，细胞子是耿彪的秘书。所以我们说的这3个地级市啊，湖南省、永州市、张家界市、株洲市都是细胞子的全家桶啊。除此之外还有岳阳市、常德市。这湖南省一共就14个地级市啊，其中的5个基本是细胞子全家桶啊，至少是大本营。如果挖出来哪个官员是例外啊，是别的派系的，我再给大家说啊。其余9个地级市它也有细胞子人，但是没有这5个地级市这么集中。其余9个地级市中呢，可能还有别的派系的。这个湖南省是细胞子派系的官员最多的一个省啊，起码湖南省的官员1半以上都是细胞子人，所以清洗这得团灭了呀。派系划分呢，按照省去划分，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啊。这个地级市都未必是100%正确，但是地级市划分呢，起码说得过去啊。所以说没有团派，也没有上海帮，就算是地级市也未必是一个派系的，但是呢80%-90%是准确的。2000年5月到11月呢，36岁的金湘军挂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的副司长。他可能不是投奔当时的部长张作己，而是这个副部长刘雅芝。刘雅芝呢是关工委的常务副主任啊。关工委的主任顾秀莲和古牧的关系很好。顾秀莲担任江苏省长期间呢，古牧扶持的江苏省的旅游业。古牧提拔的贾庆林，贾庆林提拔的细胞子。顾秀莲和朱镕基使用了同一个秘书李秉钧啊，而且朱镕基他就是湖南人呐。1998年9月34岁的金湘军担任广西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2000年10月36岁的金湘军担任玉林市的副市长。这2部都是副局级啊。
2002年10月，38岁的金湘军担任中共玉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03年8月，39岁的金湘军担任中共玉林市委副书记、市长。这4部呢，都是广西党委书记曹伯纯提拔的。2009年2月，45岁的金湘军担任中共玉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当时的广西党委书记是郭声琨，广西主席是马彪啊。这一步应该就是郭声琨提拔的呀，除非他是马彪提拔的，马彪应该是胡温的人啊，或者是第3个人提拔的呀。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大外宣在给细胞子洗地呢。2000年10月，36岁的金湘军担任玉林市副市长。当时的玉林市委书记就是李继恒啊。李继恒和秦光荣在云南省搭档。李继恒他后来去内蒙古担任书记啊。李继恒担任内蒙古书记之前呢，王岐山见过李继恒，就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薄熙来在生死关头跑到云南去喂鸽子，那么薄熙来当时见的这些人还能不是自己人吗？所以这个内蒙古倒查20年，为什么就一定是针对胡春华呢？我们现在已知楚波、岳福宏、李继恒等人都是习包子的马仔呀。其实抓的内蒙古好多副部级官员也都是习包子的人啊。内蒙古倒查20年是试图阻止习包子3连任的行动啊，不能因为失败了就说它不存在呀。而且这次巡视呢，有内蒙古啊，这次巡视的还有山西，这次巡视的还有湖北省，这次巡视的还有武汉市啊，这一下都给大家兜出来了。这是不是胡春华上位之前要清洗内蒙古，我就不知道了。2021年1月到2022年3月，57岁的金湘军升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啊。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是李鸿忠。金湘军呢，给李鸿忠担任了1年左右的大秘啊，不到1年，10个月吧。李鸿忠我不太确定啊，但是李鸿忠这天天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啊。就这样天天表忠，也没有人说李鸿忠就是习包子人啊，就说明这个省委书记和省委秘书长啊，不必然是同一个派系，这又是一个例子啊。大家都是省委常委，都是政治局常委会提拔的。常委呢，7个人的政治斗争出来的结果，到底是谁提拔的？需要猜呀，不必然是同一个人提拔的。省委书记和省委秘书长不一定就是一个派系的，80%-90%跟那地级市一样，80%-90%是一个派系的。当时的天津市长是廖国勋，廖国勋就是习包子马仔啊，后来自己走了。中国的政治斗争啊，就是你死我活，相当的残酷啊。2018年1月到2021年1月，54岁的金湘军担任天津市副市长。金湘军的大秘是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家华。张家华之前是担任天津市副市长赵海山的大秘啊。赵海山先是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后来去湖北担任副省长。在湖北期间呢，赵海山的大秘是赵俊，赵俊后来担任盛月春的大秘。盛月春现在是武汉市副市长啊，武汉市也是副省级城市，武汉市长就是副省长，跟副省长是同级的。所以这个抓人的顺序就是先抓山西省长金湘军，下一个被查的就是武汉市长盛月春，天津市政协副主席赵海山，再查只能查彭丽媛了呀。这怎么回事呢？就是说隆基绿能在2级市场减持呢，也就是割股民的韭菜，也就是34亿元啊，大头还是高瓴资本呢。高瓴资本高位接的李春安的隆基绿能啊，就是替王岐山和彭丽媛高位接盘呢，70块钱每股接盘，一共是158亿。去年我做节目的时候呢，这个股价呢是20块钱，现在又跌到了15块钱。
这中间的差价大约就是120亿元人民币左右啊，就等于高瓴资本的张磊变相行贿王岐山、彭丽媛120亿元人民币，就这么点事儿啊。隆基绿能的股票呢，它从10块多涨到了70块钱呢，就是高瓴资本的张磊自己把股票炒上去的。他自己把股票的价格炒上去之后，他自己才能高位接盘呢。张磊就是庄家呀，哪有庄家高位接盘的呀？再说张磊他又不是和散户一样在2级市场接盘，他是协议转让，等于隆基绿能的股票本身的价值就是10块钱到20块钱之间呢。现在不是15块钱吗？隆基绿能的股票呢，它本来是李春安进贡行贿给彭丽媛的，彭丽媛她本来就有46亿元隆基绿能股票的资产，那现在已经跌到了35亿元啊。这个股票的正常的价格范围就是35亿到46亿啊。去年是46亿，今年是35亿。张磊呢，把这个股票炒到158亿，然后高位接盘。如果平价接盘的话，难道张磊他想抢彭丽媛的资产吗？彭丽媛他原来的股票大概就是30-40亿元人民币，那是李春安行贿给彭丽媛的。高瓴资本的张磊再把这30-40亿元的股票炒到158亿，然后高位接盘，等于行贿给彭丽媛120亿元左右啊，这就是和送书画行贿是一个道理。张磊他就是庄家，哪有庄家高位接盘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张磊是协议转让，把彭丽媛的股票给买下来的。这金科能源如果不是彭丽媛，不是王岐山家的产业，金湘军他一个山西省长用得着这么上心7次去金科能源现场办公吗？这个7次还是去年我做节目的数据，现在不知道。这个就是一鱼二吃，贪得无厌啊，就可以理解成高瓴资本的张磊花了120亿元从彭丽媛那里给金湘军买了一个山西省长，捐了一个山西省长，就这么点事儿啊。一个省长除了从彭丽媛这里，从细胞子那里，别的地方还买得到吗？好的，谢谢大家。